欢迎大家来到我要自学网。在这个实际里面，我们要学会如何配音。但我们学的还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知识。我们先预来一下效果。我们要做的效果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是音频，另一部分是视频。那音频的话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用这个 Audition 制作了这样一个混音效果。那我们现在的话要做一些动画，也就是做一些视觉效果和音频相匹配。音乐快的时候，视频也跟随着加快；它慢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减慢速度，两者要相互协调。那我们要介绍一些非常基本的知识点。当然第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要参考一下这个音频图层它的波形图。这里有个快捷键，请大家记住，连续2次 RL 就显示了这个波形图。另外的话呢，我们要对齐这个音频层的那个音高的那个时间点，所以我们可以打上标记，做一个记号而已。标记好理解记号而已。这里，那我们可以按小键盘上面的那个米字符号，所以的话，我们就在它那个波形的一个比较高的时间点建立标记，然后我们就方便对齐图层。但我们在这里的话，也用到一些效果，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习了。你像渐变、阴影。还有我们上一节课所用的这个文字图层里面的跟踪，也就是文字之间的间距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，我们先把上面的一些图层给删除掉重新制作。我们把音乐给留下，Delete 键删除。现在我们在音高的地方都打上了这个标记，大家自己可以去完成它，这个难度不大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制作一个文字效果。前面的话，我们不要做任何文字效果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开始制作文字由大变小。那我们先建立文字层，并且建立动画。先把这个字母按键框显示出来，这个打引号。我们输入3w 点51自学网.net， 把它移到这个正中间。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要设置色彩我们设置一个渐变效果，选择渐变，拉到图层上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色彩给调整一下，上面应该是白色，下面应该是蓝色。把渐变的位置键调整，上面移下来，下面移上去，偏一点点蓝色就可以了。但我们还要加个阴影效果，阴影的话是在这个套式里面把阴影给加上。当阴影的时候，我们适当调整，柔化肯定要调整，把这个透明度稍微调大一些有一点阴影效果。这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背景应该加一个背景，图片在下面，我们可以加这个背景，并且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。这个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了类似的效果这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个曲线，先把它变暗。我们先把这个字幕按键框给取消掉现在影响我们操作，把它取消。
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层上面画一个遮罩，要周围的这些东西看不到。现在周围的这些东西比较亮啊，所以我们选这种遮罩工具，椭圆的遮罩工具。注意按着 Ctrl 键，垫点画椭圆。画好之后，我们再展开这个遮罩把羽化值调整。我们把这个遮罩的形状再进行一些调整，色彩还是有点太艳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片上面再加一个浅色调。浅色调在色彩校正里面，浅色调，这里已经出来了，拉到图片上面，再把这个着色数调小一点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像刚才那么鲜艳的色彩了。好，这样就基本差不多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在文字层上面做动画。做动画的话，我们先电位到这个标记，也就是音高的地方。我们制作怎样一个动画呢？由大变小，我们按下 S， 显示比较大。比较大的话，我们要注意这个电位点一定要移到这个空隙处，这样放大之后我们就看不到了。我们再放大，再放大，放大，一直到看不到这个文字，再拉大，拉大。好，我们过几帧204吧，过4帧之后，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。我们可以看下面的波形图，这个波形图马上就跳下来了，所以我们也应该把时间设置的比较短。好，明白。但我们肯定要打开运动模糊，我们利用前面所学的知识我们应该打开指数比例。我们把这个窗口最大化，选中2个关键词，点击右键，选择指数比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好，行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个动画没有实现，也就是一个跟踪的动画。那我们先把它定位到第一个关帧，按 K。好，我们再展开文字层，在右边，在动画的右边，我们展开那个跟踪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跟踪数量首先可以见关帧的，我们点为0，再移到下一个时间点，我们可以按右显示建立关帧的首现只显示这2项。我们是2秒，我们再移过来点，对照波形图，看应该在哪个地方结束比较好我们再过来一点。是2秒04，我们这到4秒，再过来一点，比较长。到这里，我们把这个值调为9，自动打上关帧了。因为前面这样一个节奏它比较长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跟踪的时间是比较长，并且速度比较慢。因为这个声音比较小了，所以我们的动画也要慢下来，这样就显得比较协调。在前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片背景来一个动画，我们可以按下 T， 让它慢慢出现这个背景。